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特斯拉 TSLA 股价周二收盘时上涨约 4%， 连续第10个交易日上涨。股价上涨意味着特斯拉已抹去所有今年以来的损失，自年初以来上涨了约 5%， 自4月创下52周低点以来，股价已飙升约 75%。 下一条，亚马逊推出第4代 Graviton 4芯片，性能和效率大幅提升，计算能力和内存是前代的3倍，内存带宽增加 75%。 该芯片支持 AWS 的 Inferentia 和 Trainium AI 芯片，为客户提供以性价比为重点的替代方案。让我们关注塔吉特百货将从7月15日起不再接受个人支票，这表明支票这一曾经无处不在的支付方式正逐渐被淘汰。下一条，艾伦公司举办的年1度私人聚会亿万富豪夏令营在爱达荷州海利举行，聚集商界、媒体和政界名流，讨论行业动态和达成巨额交易。下一条，中国股市预计上涨 ，S&P 500指数稳定，因市场压住美联储今年将降息。下一条，微软公司与石油巨头西方石油公司达成了创纪录的碳移除协议，以减少其日益增加的排放。下一条，第2季度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增长 3%， 主要受人工智能设备需求推动，苹果电脑增长最快。中国市场表现疲软。接下来这条，私人基金集团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撤回3项拟议规则。此前，美国上诉法院上月裁定该机构无权监管该行业。接下来这条，中国央行准备通过出售证券抑制国债收益率，收益率红线定在 2.25% 和 2.45%， 超过2/3的受访者认为央行干预将仅产生适度影响，收益率将上升5至10个基点。接下来，亚洲股市小幅下跌，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没有透露今年晚些时候美国降息的时间表，尽管他对通胀将缓解表示出更大的信心。新西兰央行即将做出利率决定，预计央行将维持鹰派立场，预计今年年底前仅降息1次。全球股市因预期美联储9月份将开始降息而上涨，但鲍威尔没有提供明确时间表。下面这条，新加坡股市因投资者对即将到来的财报季的乐观情绪而有望达到6年来的高点。让我们关注中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小幅上涨 0.2%， 连续第5个月徘徊在0附近，通缩压力阻碍经济复苏。让我们关注平安保险正在考虑今年发行可转债。此前，阿里巴巴等中概股公司已发行可转债，平安正与投行进行初步洽谈，拟发行20亿至50亿美元的可转债。若发行，平安需要获得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。接下来，日本央行可能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，但预计未来几年通胀将维持在 2% 目标附近，这为本月加息提供了可能。最后一条是，三星电子超过3万名工人的最大工会宣布无限期罢工，此举出人意料，增加了世界上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生产中断的风险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